你看啊，这边还搞了一个蛮标准的篮球场，边上呢还有一些长廊，这是村民们休闲的地方。对面就是他们的一些祖屋、公祠了。就一般来讲呢，这些祖宗们的祠堂门前都会有水。我首先看到的是对联：银川严世泽，粤海郑家生。这是祖宗也从北方银川，是河南那边来的。大旗头村建于明嘉靖5年1526年啊，到现在应该刚刚好500年了。大旗头北巷，一个蛮漂亮的牌坊啊。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身处山水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旗头古村落。刚刚其实我开车已经经过那个古村落了，但我想着呢，先把家人放下，我自己还是打开我的小折叠车，在这个山清水秀地方啊，骑行一下啊。一个呢，就是看看没有来过的这个佛山地区的农村，这种田园的景色。另外一个呢，也算是锻炼一下身体吧。大概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，到这种郊野的地方来逛逛。这里呢，好像路都还在修建啊。我看不知道前面通不通，不通的话呢，我就要掉头。听到很多鸟叫声，就感觉农村还是广阔天地啊，看上去非常舒适的这种风景。哦，前面呢是在进行一条大桥的建设，但边上呢应该已经有一条土路。但是我想我就不要去挑战了，应该哪个地方都可以骑车的。我们还是回到这条道路上来骑行。看到马路中间呢也是画成3种颜色的道啊，这我一直是搞大不明白，这种属于是景观道呢，还是让人家休闲健身的跑道呢，还是代表着啥意思啊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这边呢，有很多的古村落啊。那原因呢，当然就是这种地方啊，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种庄稼啊，而且水稻纵横，不仅容易取水灌溉，而且生产出来的这些农作物呢，也比较可以容易的通过这种河道的运输，去到各种市镇进行交易，也就是说来钱会方便一些。慢慢呢，就会有很多移居到这边的人们成了村落，久而久之呢，就变成了一座古村落啊。这条乡间的道路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，非常的平整，关键呢没有人打扰啊。你看两边全部都是农村的景色，有这种小小的水塘，应该也是养鱼的吧。然后种着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啊，但是并没有看到大片的稻田。就现在这种城市周围的农民啊，你可以说他学聪明啊，因为他觉得
种庄稼呢，真的产出有限，还不如挖几个鱼塘，搞一些养殖，这样更能够更快的得到一些收入，来改善自己的生活。这个地方也做了一些小公园，让人家休息的地方。你看啊，这边也种了一些这种，应该就是柚木棉吧，做了一些长椅，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坐一坐。但是我觉得这种农村地带搞太多这些东西啊，应该形式大于意义吧，就没有太大意义的。这边有些大一点的养鱼塘。到了这边呢，就有更多的田地了啊。我看这个田里种的应该都是蔬菜啊，还是其他的什么经济作物，就没有看到稻田。到了这边，我们来张望一下，是一个喜乐稻蛙生态园。这难道是养青蛙的地方吗？绿色零碳农业生产基地，就大家通过一些科技养殖种植啊，就还是会让这个田里面增加更多的产值价值出来啊，让农民多一些收益吧。这个里面好像也没什么可去了啊，我还是掉头吧。这里写着15届运动会啊，蔬菜专攻基地。还有河马专攻基地，供应给一些连锁超市啊。我看到左侧还有一大片的地，好像荒在那里了，不知道是人手不足呢，还是这些成本啊没有办法就覆盖到这些收入。就总之，你看啊，就好像把那个稻子割掉了以后，就没有再翻种这些土地了，这大部分都是空的那个地方。
有些都已经是杂草丛生了。天气不错啊，在家里待着闲着也无聊，所以呢会经常开着车到四周来转转。一般呢目标就是那种田园风光比较好的地方，要不呢就是有一些历史传承的古村落。像今天来的这个地方，之前好像我们并没有来过，那我们就到这个村里去看一看。现在呢还在村的外围，看看村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。我看右侧已经有很多村民的房子了，据说呢这个地方也保存完好的有一批古祠堂，应该在这个里面啊。现在我们准备深入到村里面去看看村里的一些文化遗存，看看那些祠堂，看看他们的先人都从哪来的。这个地方呢，应该是他们村头的一些活动场所。这边有个学生候车室啊，还有个躲雨避风的地方啊，就是可能一些村民的孩子需要到其他地方去上学，统一有校车吧。你看啊，这边还搞了一个蛮标准的篮球场，边上呢还有一些长廊，这是村民们休闲的地方。这跟很多村头都差不了太多，但是我身边的这一个乒乓球台子已经破损了。这里也有一条健康步道，应该依着一条河，不知道是一条什么小河通呢。这里是一个法治长廊，我估计你用了这样的名字的话呢，政府就会有些拨款吧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兰亭这样的小亭子啊，又连着一片长廊。你看啊，这边很多有景观的地方还有名字。看到这些村民们放的凳子还在啊，应该都是他们休闲的场所吧。去过很多村庄啊，虽然说每个村庄它村头的这种布置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，但基本上来讲呢，都会有这些长廊、亭子、运动设施、儿童游乐的东西设施啊。但这个村看上去准备还不错。现在我面对的是条小河川，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水塘，对面就是他们的一些祖屋、公祠了。就一般来讲呢，这些祖宗们的祠堂门前都会有水，这个是广东人的一种标配啊，一种习惯。好，我们到那边去转转，前面就有很多人家的祠堂，这些祠堂呢保存还不错，或者说应该都经过了一番修缮吧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小村落啊，非常恬静，因为它离主城区呢还是有点距离的，所以这种地方反而是比较容易保存下来的。
好，现在呢，我来到了这边第一个祠堂，是谁的祠堂呢？我首先看到的是对联“银川严世泽，粤海郑家生”，就是祖宗也从北方银川，河南那边来的，叫惠清钟公祠，姓钟的祠堂。这里还保存着很多的祠堂，有些呢已经变成了一些商业用途的，像民宿这样子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能够利用一下以前老祖宗的房子来做一些惠及后人的生意，其实也是不错的。哇，你看这个地方墙下搞了一些花花草草，还挺美的。这是我经过的第二个钟公祠，维姓钟公祠，变成了国潮生活馆了，都是有些小小的商业用途，但是大门是紧闭着的。隔壁呢就是永康正公书舍，好像还在修建。哦，这个边上这一家搞得还挺漂亮的，已经经过了一些粉刷。大道钟公祠，看到有3间姓钟的这个祠堂，也有一间呢是姓郑的，据说都是从福建那边搬过来的，但是再往前溯源呢，应该都是北方人，所以广东很多这边的村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。这边呢有一个希望的田野，美丽的村庄的这么一个介绍。这边呢叫乐平镇，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进到它的宗祠后面去转转。基本上延续着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这种规制，也就是说，最前面有个水塘，第一排呢都是祠堂，后面呢就可能就是他们后人们居住的房子，这么一溜排下去。我相信这些房子呢都很老了，虽然可能也经过了一些重建复建，但应该说这些格局还是跟以前非常的像的。看到有些楼跟楼之间呢挨得很近啊，上面的阳台真的只剩了一条缝隙了。这些道路墙壁这些入户的门都好像在进行重建。我不清楚还有谁愿意回到这来生活呢，还是以后变成了一些商业用途呢？这个也不太清楚。
居然没有出口。我记得在花都那边的朗头村呢，不知道是不是赤泥那边的朗头村，总之呢，跟这边有点像啊，也是有很多的祠堂，后面呢就有很多的人家，但是大部分呢都已经用作了商业用途。这个地方呢，还是有一些人的介绍啊，一位姓钟的叫钟景天的，活到了1990年啊，是当时毕业于广东建国粤军讲武堂，还当过山水县的县长啊，但是解放初期就跑去了香港，也算是本地出的一位名人。大旗头村建于明嘉靖5年1526年啊，到现在应该刚刚好500年了，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被誉为广东第一村，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上了解一下啊，没有来过的人可以到这边来转转。但是呢，相对而言啊，它在山水地区吧，还是偏于易渔的地方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经济应该并不发达，但反而呢还保留着以前的一些风貌啊，有田园的风光，就看你是到这边来想要什么。如果只是想要来看看这种古村落呢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在村里走走。那么我现在呢，借着我的小单车之力啊，在村里稍微的走走吧。哟，眼前的这个树不错啊，大横的。我身后的一片古村落的房子，似乎呢都已经显得陈旧啊，就看来要把它完全修复呢，真的蛮困难，而且已经不适合大家居住了，可能仅仅是作为观光的一些用途了。真正的老百姓呢，还是我的左前方啊，村里这一大片的村屋里面的在生活着。所以我打算到村民们的生活的场景当中去走一走。这个地上呢，放了很多的菜啊。这个菜呢，应该是大芥菜吧，晒干了以后，这以后可以保存很久。这边呢，就是老百姓的住所了。在这样一个村民公园前面第一排啊，有些人家呢真的建得不错，用的建筑材料看上去比较新，但是也有很多呢就简单一些。我看这边好像都有这种晒菜干的习惯啊。根据我的观察啊，
就感觉这边的经济啊还是有些问题，他们自我这种修复古文化，还有先人留下的遗存的能力呢，还是差一些。但是呢，也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啊。只是他们自己生活的这些房子啊、环境啊，就感觉还是不够现代啊，或者说层次还不够高。你看村里的这田地啊和他们居住的地方啊，没有什么分割啊，就显得非常的凌乱。因为现在农民，你如果光靠那些田里面种的庄稼或者经济作物呢，可能光是活过口都不够吧，更不用说能够过一个比较现代时尚的生活了。就如果想要这个地方快速的经济方面有所成长的话呢，那可能最快的就是卖地了，要不就是办一些相关的企业等等吧。好，我们再到田里面去转一下。刚刚呢，我在大马路上骑过来，边上就是一些农田。现在呢，我骑到了一条类似田埂道一样的小道上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边上的农民们自己开垦的他们的小土地、小菜园，就感觉不大成规模，倒是有几个水塘啊，养鱼的水塘，似乎那些水泵都在工作着啊。不知道养了什么鱼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啊。就感觉这个里面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深入到里面了吧。确实呢，是一座古村落啊。但遗憾的是呢，还是比较古朴的样子，并没有得到新生。就村里的老百姓啊，还是翘首以盼啊，盼着上面给予更多的帮助。我看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来改善他们的生活。就这种信息相对闭塞的地方，生活还是过得比较平常，或者说比较无奈吧。已经在这个村子里面逛了一阵子了，真的就很平常的一座村庄。虽然说网上也有很多说法，包括他们自己张贴的一些宣传物上面也写着说，这个是这边的所谓第一村什么之类的，就可能他们的祖上也曾经有过一些荣耀啊，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，真的非常的一般的状态，有点赶不上这个形势的发展。那这个当然也就是没有办法的事了。这边又看到了一个像是什么呢？这个他们的服务中心啊。这个是另外一个学生的候车室。
这个里面好像还不错，还有一些桌椅什么的，让小朋友在这边等候车辆啊，来接送他们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看出去啊，这个地方多多少少就有点像一个村庄，在一个大路的路口啊，显得稍稍有一些荒凉，就或者说非常的平静啊，就这种生活好像不是特别流动的那种，而是比较静止的、静态的一种状态。现在顺着这条马路在骑进村去了，这边呢都是大旗头村的一些民居，这边也有一些乡办企业。广东第一村大旗头古村，还有中国非遗什么书店，不知道书店在哪里呢？这里又来到了另外一些地方了。这个地方本来是要开发房地产的吧，但是好像啥也没搞出来。这里头有个什么共享食堂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活化古村，点亮生活。这里原本可能想要建一个什么文旅项目啊，但现在应该都在停工的状态。也是无路可去的状态了。你跟他搞一句，大旗头北巷，有个蛮漂亮的牌坊啊，上面有写小镇码头、北江珠江口段。好，我们进去转转吧。看来当地政府呢，还是想把这块地方啊变成一个民俗文化村，吸引更多人到这边来旅游观光啊。但是我看到的呢，到处都在施工，好像有点后劲不足的感觉啊，或者说，我刚刚看到村里的这种面貌啊，还是很普通的这种状态。那你要搞一个这样的
休闲小镇，我觉得好像并不是特别明智吧，应该也是房地产一窝蜂的后果。我看网上好像有人说这边也是要借着所谓的观光啊，就准备开发一些休闲式的房地产项目，但实际上呢，啥也没有卖出去，就基本上就是烂在这里了。所以刚刚也说到啊，就是这种古村落，它要想要赚快钱的话，就是把这些土地以一个什么名目批出去，建一些项目，然后就可以回笼一些资金。但是呢，如果说规划不好，或者底气不足的话，实际上最终并不会产生太大的效益，而且有可能一死就是10几20年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灰头土脸啊，就没有办法再恢复它的活力了。好了，我今天只是在这个大旗头村里村外的随便转转啊，也转了20来分钟，应该不止了吧，半个多小时了。就以我目光所及，这还是一个偏僻的乡村，看来村民们的这些脸上的表情写着的还是比较保守闭塞。你要让这些村民们自己慢慢去改造他们的生活，就通过改造这些村落来提升他们的生活的话呢，觉得有一些不大可能。那你要靠外力的干预啊，尤其是政府的这种规划，那当然它也是必须要考虑到利益。有时候呢，就通过这种把土地批出去，把发展商引进来，很快就可以达成这个土地啊能够增值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并没有特别大的效果啊，因为你真的要思前顾后，很有可能呢就会烂尾。烂尾了以后呢，就这个10几20年就要由大家来共担责任了。但是另外一面呢，就是我觉得这周围的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如果说这些能够比较符合实际的，让村民们啊多一些休闲地方，也让城里人有兴趣到这边来走一走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可千万不要搞大的开发啊！你看啊，像对面就是一个什么大的工程，完全就停顿在那个地方了。左侧也是一个什么营销中心啊，就这种村民生活的地方，搞太多的商业项目肯定是不成的。这个地方我刚刚已经来过了，大旗头游客服务中心，实际上是空无一人的状态。那好吧，今天来了大旗头村啊，骑行转了一圈，可能某些地方我还没有逛到头吧，但是就是匆匆这么逛了一圈，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啊，就感觉呢，这里还保留着很多淳朴的那种乡村味道，也看到了普通村民们的这种生活的样貌。
并且确确实实这个地方的自然的这种环境还是不错的，但也看到了某些急功近利的开发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停工啊，大概是处于这么样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这边的很多村民啊，他们希望快速的改变他们生活，提升他们生活品质的这种愿望呢，恐怕暂时要怎么说，就是要失望了啊。好了，那今天我就到此一游而已啊。现在我去找我的家人，我们准备上哪吃饭去。谢谢大家的陪伴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。我们有空外出，接着跟大家分享。拜拜。